微臣傅维林参见延平王。走吧。谢延平王。怎么样？白跑了一趟，没什么结果。他们原来答应的条件也全都反悔了。原来的条件我们已经很勉强，他反悔正好，那就继续打。打？战事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。大不了我们撤回澎湖、台湾嘛，那他们可就没咒念了。洪旭，你不是去活动了吗？石郎到底会不会重新出山啊？只要他不出山，咱们就不怕。他们没有人懂海战，万大刀是个平庸之辈。延平王，贝勒爷说了，只要有他在，请大家放心，不会启用施琅的。贝勒爷是皇祖，他做蜜不甜，做醋还是很酸的呀。我听说朝廷里有个叫李光地的，鼎力推荐施琅，还有个福建总督姚启圣，他碰南墙都不回头，三番五次上书力保施琅。看来这石世宗的投降，他们并不在意。我看启用施琅是迟早的事。这施琅又没有三头六臂，就是让他出任了福建水师提督，又能怎么样？咱武平侯刘大人还比施琅差吗？我太了解他了，我给他当过副将。这个人打仗常出奇制胜，神出鬼没，很有章法。他又很了解我们的底细。我最担心的是，他一出山，振臂一呼，咱们这里就会有很多人反水去投他。他的旧部在咱们这里当镇帅的就不止10个。你去了一次福建，你看施琅出山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？听说皇上并不相信施琅，因为姚启圣的死命利剑，也许会增加皇上启用施琅的可能。这个赖他可真够赖的！咱们使用了那么多银子，连国宝《兰亭集序》摹本都赏给他了，他干了些什么？到头来还是不能阻止施琅出山。我有一个连环计，不知可否？你说，先派人进京，给施琅送劝降信，当然要让人给截住，给施琅栽赃，同时派施世宗出战，让他面对清朝水兵，这样他浑身上下就是长了8张嘴，也说不清了。这主意好。施世宗在哪儿？找上来。在台湾，不过他的弟弟施明良倒是在前方。他弟弟没用，没人注重他，叫施世宗上来，逼他领兵出阵，让他刀上沾血。冯侍卫，你回一趟台湾，叫建国做好准备。一旦退守台湾，我们要把台湾变成铜墙铁壁。冯大人，人到了。好，请上来。是。冯大人，这是水军第1快到手，胡干将。末将参见大人。你既然是干将，应该是剑嘛，怎么用刀了？回大人，是这样的，末将以为剑乃君子之器，末将乃一剑莽夫，不配用剑。再者，剑过于温文尔雅，不如刀的爽快。末将喜欢刀的杀气。你杀气很重吗？试试你的刀。大人，如何是呢？随便。是，大人。好刀法。大人过奖。知道你要杀的是谁吗？末将知道。
前番清廷入寇，末将的2个哥哥都死在他手中，末将恨不能气急皮10击中。听说要去杀他，末将欣然奉命。好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此人官高职显，戒备森严，而且是武夫出身，征战多年，他的功夫也很了得，所以只能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末将明白。不过大人，末将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末将请派2个刀客做助手。好，带他到大营自己挑。谢大人。又是来问去台湾的事吧？这回不必去了。怎么了？施公子再过3、5天就要到金门来，因此呢，我也就没有送你去台湾的理由了。出了什么事？调他上来干什么？他们怕施琅出山，逼迫施世宗上阵，要让清军的将领亲眼看到施世宗与清廷为敌，并且还来杀自己的弟兄。这一招可太狠毒了，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施世宗上阵，一上阵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恐怕已经没有办法了。你想想看，要是施世宗拒绝上阵，就表明投降是假，那就会招来杀头之灾呀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想，不如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姚大人。没用的，我父亲定然不敢在将领当中公开施公子假降的真相，一旦说出去，哪有不透风的墙？施公子会立刻送命的。哦，还有几天的时间，我们都要尽量想办法，也许能找到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。此次谈判又是无果而终，清军又加强了攻势，一旦金门、厦门失守，我们就只有坚守台湾了。澎湖是台湾的门户，要严密设防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奉命督办此事的。啊，防务之事我都已经做了一些准备，粮草、兵器、炮药也都购进了一些，无奈赋税入不敷出，这些物品还不够半年之用的。那不行，要做长期准备，让这里的山民种稻，在西部沿海广阔的地方开荒。没粮草，我们就全完了，就是有钱都没处买去。怎么样？爬着没有？来！金海辰，哎呦，公主您来了。看来你也没晕船啊，还能喝点酒啊？您不是也没晕吗？他们都成一团烂泥了。公主，您喝点，来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真看不出来呀！你比那些男爷们一点不差呀。坐。哎。金汉臣啊，你凭良心说，我对你怎么样？那还用说吗？除了我的亲爹亲娘，没人比您对我好了。您不是有什么事儿让我去办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一句话，您就是让我杀天王老子，我这眉头都不带皱的。我信。不过，听你这话，你着急了。哎，我明白，你也不能白养我呀。我天生也不是拿羽毛扇子的料，杀个人、放个火什么的，找我没错。看来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告诉你，机会来了。这养兵千日，还用兵一时呢。是谁？告诉我，他要是碰上我呀，就算是碰上索命小鬼了。现在啊，我还不能告诉你，
事成之后我会重谢你的。爹。啊。王爷。好，钟以后啊，来。在台湾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托王爷的福，一切都好。其实啊，我并非一定要招降你，我对你好是修好，是弥合过去的伤口。你父亲在后来的征战中杀了我多少大将，我都不记恨。我封公子为侯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修好。目前战事很难，屡屡受挫。不瞒你说，这次和谈失败后，朝廷又要动武，时下海城危机，若是海城守不住，厦门非弃守不可啊！可惜我智力低薄，无能为延平王解忧啊！哎，我早听人说过，你要文能文，要武能武，颇有乃父之风啊。如今左镇镇帅陈亮，右镇镇帅陈启明连连告急，我又想不出谁能救急，就想到了你。我给你3000水师，命你为前镇镇帅，救援海城。接海城之围，你不会推辞吧？能为延平王效微薄之力，是施某人责无旁贷的。只是，哎，不行，他已经很久没打过仗了。再说了，这兵不识将，将也不识兵，你让他领3000人马，这不是为难他吗？放肆！这哪有你插嘴的地方？这一定是借刀杀人。这更不成体统！你给我出去！我不出去！这孩子从小离散，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。难得公主如此爽快仗义，我倒觉得她比受过教养的人更令人敬重。方才所托，公子还有什么话要说呀？承蒙信任，理应效犬马之劳。什么时候出阵，我准备着就是。好，有你出阵，我心里就亮得多了。快点！哎，公主，前面就快到了啊！哎，你看那啊，热闹吧？不错啊，真热闹。哎，这不敢认了呀！啊，记得当年我刚上岛流落街头时，周大爷只开了一家小小的饭铺，只卖糊仔饭。如今啊，平地起高楼，想必是发大财啦。哎，公主驾到！叫你们周老板快出来啊！哎呀，你喊什么呀？哎呦，稀客呀！哎呦，原来是公主您呐！我是天天想，月月盼呐。总算把您给盼回来了。快，楼上请。周大爷，您这是今非昔比了，想必发大财了吧？哎，你看公主说的哪有啊？还不是公主您赏的本钱呢。这位公子，里面坐吧。哎，好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哎，走。哎，行，公主啊，您对手下不要太苛刻了。他们跑来跑去跟你也不容易呀。上次陪你去澎湖，哎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让他们沾点油星也都乐呵。行了，我才不惯他们这个毛病呢。对了，你不是跟我说有人找我吗？谁呀？哎呀，一见面你就知道是谁了。去，不长眼睛啊你！哎，你干什么你啊？啊，你陪我踩？谁陪你踩？哎，你去吧。先让小姐里面请。哎，客官慢走，慢走啊！公主啊，这边。哎，请。姐，海葵，杨云姐，想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今生今世再见不到你了，我好多次做梦都梦到你了。
不是老虎要吃你，就是你掉到海里，每次醒来都吓我出一身冷汗。讨厌！你不做点好梦，专咒人家。快坐下。哎，哎，你们姐俩好好亲热亲热，哎，喝喝茶，吃吃瓜子儿啊。我呀，先到厨房去关照关照啊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哎。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地方可不是轻易能来的。我嘛，半公半私。说公呢，是护送你们的谈判使者傅大人回来；说私嘛，自然是要看你了。看我？那你怎么不去台湾看呢？你以为上台湾像逛庙会那么容易啊？我正发愁找不到船呢。姐，不就是咱俩见面吗？怎么有3副碗筷啊？总不能把施世宗抛下吧？难道你有顺风耳，知道他也来金门了？哼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有水准有鱼。你海葵公主走到哪儿，他施公子能不跟到哪儿吗？姐，就你精明。有贵客到，公子里面请。来来来，喂，你傻愣着干什么？怎么不跟人家打招呼呢？你好，姚小姐。这不是在梦里吗？难道你在梦里梦见过姚小姐了？梦见过。那是姚小姐做伴娘，伴公主嫁夫婿啊。好啊，你们俩合伙欺负我。这话说的可没道理了。我一句话没讲，怎么就我跟他合起伙了？哎呀，今天呐，真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我真替你们3位高兴啊！来，我请客，满上酒。周大爷，哎，你别忙活了，今日没有你啊，不成席。行，那我就敬3位一杯。您慢用。来，哎，干。这为什么干杯呀？还是请姚小姐说吧，她是远方的贵客。那就为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干一杯吧。对，来，为我们的梦想干杯！来，干！那我就失陪了，不陪3位贵客了。我这个老头一喝酒啊，就喜欢唠叨，惹人讨厌。我还是先告退好，你们慢慢用，好吧？您忙。哎，差点忘了正事儿。对了，我走之后，你答应出征了吗？不答应行吗？没理由啊。你怎么这么胆小如鼠啊？怕什么？有我为你顶着。什么事情啊？姐，你不知道，我父王不知怎么心血来潮，把我们从台湾风风火火的调来，说是给施世宗3000兵马，让他解海城之围。不好，这事儿非同小可啊。是啊，这不是让他送死吗？借刀杀人，哼，肯定是那个冯锡范坏蛋的主意，你说是不是？背后必有阴谋，至于什么目的，须得好好琢磨。他本可以拒绝的，说有病也好，说没有时间训练兵马也好，可是他偏偏答应了。我又不傻，
我还不知道，这是他们给我下的陷阱吗？果真是陷阱，我想逃，那也是逃不掉的。我不答应，那是靠蒙命，照样得掉脑袋。这倒也是。哎，小二，哎，客官，来，把这马牵好。好，我去接公主。好。客官一位。哦，来，吃菜啊！一桌这么丰盛的酒席，别辜负了周老爷子一片心意啊！也不要因为我的事情把席间气氛都给搅了呀！来，我吃不下，我一想到这事儿，心里就堵得慌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战场是绝对不能去的。我看未见的是谁，非要借刀杀人。姐，那你说怎么办啊？这事儿能问出根底的，也只有你，海葵公主了。我不行，我刚一反对，就被我父王赶出去了。哪有你那么反对的？我要是你父亲，照样把你赶出去。哦，你现在也来说我的不是？那我该怎么办啊？若是我不改变父王的主意，他是不是真的要出征啊？当然是。抗王命者，力斩不赦。我说不像借刀杀人，是觉得不必费这么大周折。施公子没降的时候都没杀他，如今投降了，还封了侯，反而要杀他，好像没这个必要吧？这话很有道理。哦，你们都有道理，那都是我没道理了。哦，来，吃菜啊！来。哎呀，这饭我怎么都吃不下去了，我得回去问个明白。哎，也好，这是大事儿。别着急啊，你看，今日是给姚小姐接风的，还没怎么吃菜呢，就这么散了，既对不住姚小姐，也对不住周老板啊。我又没堵住你们俩的嘴呀，你们俩可以说说贴心话呀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哎，阿奎，你来干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我是来接你呀。放屁！我打发你回去，你居然抗命！我还没吃几口菜，你就来接我，滚！看什么看？滚！喝酒！阿奎，哎，客官没事了，里面请啊！走吧。阿奎。等谁呢？吓我一跳！你怎么从后门进了？我还以为你脱不了身，来不了了。坐吧。如若不是事情紧急，我不该约你出来给你添麻烦。你看，你说这话可就没道理了。又添什么麻烦了啊？方才在酒楼里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我跟你多说一句话，海葵都很不高兴，更不用说跟你单独相见了。可是我必须讨这个嫌，因为有些话必须是背着他的，这你心里也明白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是谁的附庸家奴吗？我还是有人身自由的吧。人家管得严，也是爱得深呢。姚小姐，请你谈正事。我没食言。
这是我承诺的。我父亲以福建总督的身份给你出具了指令，让你假投降，在台湾内部潜伏，以备日后里应外合，还加盖了总督官印。我总算心里踏实了。日后也好有脸面见我父亲。可是眼下，真的是给他脸上抹黑了。令尊大人手里也有家父出具的同样的官文，也是我亲自去京城送达的。只是为了你的安全，即使对皇上也不敢露底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不过乌云蔽日，毕竟不是永远的事。总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那天。这我已经感激不尽了，即使救了我一家70多口人的命，也给了我在逆境中仍有报效朝廷的机会。这理当感谢姚小姐才是。世间的阻隔，也能使人疏远陌生。你没有这种感觉吗？你方才还不是很瞧不起我吗？我只是不希望被人看成是多余的人。还是来说你的处境吧，我认为相当危险。让你带兵上阵，海葵想到的是有人要借刀杀人，你怎么看？他们想杀我太容易了，根本就不用这么费周折，借刀杀人。他们是要把我逼上绝路，给世人看到一个有口难辩的事实：施世宗真的杀了回马枪。不，这还不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。他们是要一箭双雕，把你父亲也逼上绝路，让朝廷永远废弃他。是这样。哦，海葵去找他父亲理论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转机。我看不可能。这是一个连环计，出这主意的是冯锡范，他们也有以此试探你是真降假降的用意。怎么可能因为海葵的一句话而改变主意呢？如今真的是被逼到悬崖上，走投无路了。我甚至想过将计就计，索性杀他个回马枪。不行，我一家70多口人都在台湾，他们会全部被杀。我当初是为了救家人而成为人质的，可是绕来绕去，还是没有把他们救出来。我于心不忍呐。再说，我既是假降，总该为朝廷做点事情吧。可眼下，这件事刚刚有点眉目就……在战场上杀回马枪，这不是上策。最好是你自身有不能上阵的理由。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也不能说有，这太残酷了。你说呀。没有，我也没有什么主意。施世宗，你在吗？连
门也不关。谁把门锁给撬坏了？谁？你出来！你若是不出来，我就喊人了。是我，公主。金汉臣。啊。你跑到施公子房里干什么？说。这天黑，我多喝了点儿，我走错门了。你别胡说了。施公子大小是个侯爷，他的房子你能走错？说，今儿个不说实话，我宰了你！哎，别，这不，我又赌输了吗？想顺手牵羊，多弄几吊钱。公主原谅我吧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。你让我怎么说你呢？你太没出息了！饶了你这回倒行，你要下次再偷东西，我绝不饶你。最好，你自身有不能上阵的理由。公子，来碗馄饨吧。热馄饨喽！馄饨，热馄饨。也不能说有，这太残酷了。快点跟上，这边！你怎么了？我遇到刺客了。你是谁？让开！师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们还不快救人！这是忠义侯施大人，你们连他都不认识了吗？是谁这么胆大包天，连忠义侯也敢刺杀？你们两个把他送回去治伤，其他人跟我去追！走！真是无法无天了，连忠义侯都敢谋杀。赶快回台湾吧，这里是是非之地。说的是啊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看来真得加强戒备了。你疼不疼啊？你怎么不小心啊？我真后悔，我怎么没跟着你去呢？我没事。这个姚小姐是哪儿来的？哎呀，是公主的朋友。你忘了上次来看望过公主，是干姐妹。
后来回福建去了，这次跟宾克斯傅大人一起来的。怎么样？不会落下残疾吧？幸亏刀扎偏了2分，没伤到肝上。若扎破了肝脏，可就没救了。按时间药服下，就没事了。明天我再来。好吧。真是祸福难支啊！本来钟义侯还要领兵去解海城之围呢。可不是吗？我辜负了王爷的信赖。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样的话？养伤保命要紧啊！冯爵爷，你可不能放了歹徒，一定要抓住刺客呀！啊，太妃和王妃，赶快回去歇息吧，这里有我呢，我一定把事情查清楚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这还了得？哦，海葵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这里需要什么，就来找我要。你在这里好好陪陪施公子，你陪着他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你说谁会刺杀施世宗呢？除非是清廷方面派人来杀他，也算是师出有名。他是降将，给他们清朝抹了黑呀。你说这里面会不会另有隐情呢？臣也这样想。会不会是苦肉计呢？如若是真的，那他自残就是为了逃避出征，那就是说他投降是假的。可是他能下这么狠的手往知名处捅吗？又不太像。你不是说过，他对布防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吗？是啊，金汉臣一直在盯着他，他总是画来画去的，可是我们又始终拿不到确凿的证据呀。冯大人，我想，施世宗这小子肯定是在玩苦肉计。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你传令下去，封锁施世宗受伤的真情，散布他要出征的消息，在阵前要高竖狮字大旗，再找一个和施世宗相貌形体相像的人来假冒，让他们把这个消息传给清廷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他施琅。遵命。我知道大帅虽是提剿服并用，却是以剿为先的。如今已打下了海城，金门、厦门他们必守不住，逃往台湾是必然的。他们是强弩之末了。饶大人，正因为敌人已成弱势，我们才应该摧枯拉朽，一鼓作气挥师澎湖、台湾。等敌人喘息过来再打，费时费力。只要万大人立主，皇上会听你的。毕竟你是善于海战的水师提督嘛，你的奏折尤为重要啊。是吗？姚大人不是3番5次上折子，认为非施琅方能平台吗？怎么又恭维起我来了？万大人这么说不准确吧？我姚启圣人前背后从无两副嘴脸，此时此刻我还是说，施琅是最合适的平台统帅。既然他不能到任，只能由万大人去履行收复疆土之责了。谢谢大帅高抬。我觉得渡海平台凶险无比，没有30%把握。当年施琅不也因遇风暴功败垂成了吗？况且将海贼赶回台湾后，理应让百姓休养生息为止，岂可再动干戈？万大人此言差矣。海洋凶险就可以罢兵吗？海贼一旦退居台湾，扎稳脚跟，再想收复就难上加难了。姚大人不是屡借施琅来取代卑职吗？大人眼光是对的。施琅才是不辱使命的大将啊！我保荐施琅，是朝廷上下尽人皆知的，这并不妨碍你万大人建功立业呀！姚大人千万别误会，我一点妒忌之意也没有，只是说些实情罢了。万大人不必为施琅赌气，施琅不堪重用，皇上早就有了成见。现如今我等最重要的是众志成城。提督大人，说吧。去吧。水上探子来报，厦门出现狮字大旗。是不是施世宗？是，马上上奏皇上。是，且慢。情况尚且不明，
等我打探清楚再奏不迟。探子来报，千真万确。万一是敌人使的反间计呢？姚大人，你这么护着施琅，是不是因为你们有同乡之谊呀？哼，姚某与施琅素不相识，我只不过是钦佩他的人品和谋略罢了。不管真假，马上上奏。是。承蒙信女凌啸犬马之劳，什么时候出阵，我准备着就是。一旦退守台湾，我们要把台湾变成铜墙铁壁。知道你要杀的是谁吗？末将知道。他要是碰上我呀，就算是碰上索命小鬼了。